从王志胜离家的那一天起，陈小娟每天都在等他回家。她常常在家伤心到不能自己，根本无暇顾及家庭。而小孩王明阳却像是个成熟的大人，从来不在他面前哭闹想要找爸爸，而是很懂事的跟往常一样，乖乖做好功课，自己整理换洗衣物，洗完澡就上床睡觉。陈小娟知道王志胜能够回家有多不容易，毕竟他之前还跟他提过要离婚，而且这阵子他对孩子也真的疏于照顾。他已经好久没有跟小孩在睡前聊聊天，小孩越是懂事听话，他对小孩越是感到亏欠。所以在王志胜父子出门打球后，他便前往菜市场购买庆祝一家人团圆的饭菜。他喜不自禁地细数着父子俩爱吃的食物，也许是心之所向的吸引力，他的眼前所及都是令他感到幸福的画面。他看到菜贩背着自己的孩子辛勤工作，小小的宝宝趴在菜贩的背上，不受环境的吵杂声，软绵绵地睡着了。或是阿嬷牵着年幼的孙子在菜市场中慢悠悠地买菜，阿嬷有些粗糙的大手紧紧牵着小碎步的孙子，祖孙俩说着话，孩子牙牙学语的样子逗得阿嬷哈哈大笑。陈小娟的心里也满是对家庭的美好回忆。王志胜第一次帮小孩换尿布，还是宝宝的王明阳第一次学会翻身。在王志胜长进的相机镜头下，他和小孩开心地抱在一起。好多生活中的细节，在他细细品来，都让他觉得自己的家也好幸福。他舍不得放下，他想要为这个家好好努力。当他想着回家要做什么好吃的菜时，心里却冒出一段斩钉截铁的话：一切都是宗师的帮忙，没有宗师的法力无边，他的婚姻可能就要不保了。陈小娟像是感受到了神机，她顿悟一切的抚着心口，她真的要好好感谢宗师的神力。她得找个时间回去光明之家，向宗师报告他最近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喜乐。王志胜一向讨厌他跟光明之家有所牵扯，自从他知道陈小娟会捐钱给光明之家后，他对陈小娟的信仰与迷信更感到嗤之以鼻。但陈小娟觉得光明之家的信仰是好的，真的帮助了很多人。她曾经也想拉王志胜一起去参加光明之家的聚会，但王志胜去过一次后，就厌弃地对他说，那根本是邪教。某次他捐了几万元给光明之家，这件事被王志胜知道后，跟他大吵一架。尽管那些钱是他的私房钱，根本没动用到家里的花费，但王志胜还是很不客气地责怪他没有好好管家。后来他开始觉得他和王志胜越来越没有话聊，两人的关系变得很陌生。接着他就发现王志胜会跟其他的女人搞暧昧。为了挽回婚姻，他对他的信仰变得更加虔诚，而王志胜见他执迷不悟，越是厌烦他。一切就像冲向悬崖却踩不住刹车的肇事现场，他们的婚姻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陈小娟做好晚饭，就等着王志胜他们回家，一直等到晚上7点，王志胜父子俩才开心地边说笑边走进家门。他开心地迎向父子俩，说道：我以为你们会早点回家，饭菜都有点凉了，我再热一下。哇，妈妈，你做了那么多好吃的，我好饿哦。王明阳开心地笑着。明阳，回到家要先洗手。王志胜提醒儿子家里的规矩。王明阳笑着点头，跑向洗手间。王志胜看着陈小娟忙着热菜，
他忍不住开口说：“我想要回家住一阵子，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我可以再找别的地方住。”陈小娟听到王志胜主动开口想要回家，她根本不在乎话中有话的不情愿。她温柔地对他说：“这里也是你的家啊，你回来就好，看看小孩这么开心，这里是我们的家啊。”陈小娟继续开心地热着饭菜，她没看到王志胜脸上露出的一丝痛苦。她以为王志胜会对他们母子俩感到歉疚，她想着王志胜一定不知道他有多爱他，多爱他们的小孩，他是一定会原谅他的。晚餐他们吃得很开心，王明阳很兴奋地跟妈妈分享，下午他都跟爸爸去了哪里，打球、打游戏机，去淡水看海，还吃了麦当劳。说到麦当劳时，王明阳还跟妈妈说，爸爸说妈妈一定在家准备很多好吃的，叫我不要吃太多麦当劳。说完，王明阳扒了一口饭菜，花展妈妈做的饭菜真的很好吃。陈小娟听着小孩的话，她心里有一股暖流。她知道王志胜还是爱家的，他一直都不是很绝情的男人。晚上，他和王志胜再度同床共眠，在极尽昏暗的房间里，王志胜悠悠地开口：“我失业了。”陈小娟听着却没有马上回话，也许是分开的有点久了，她觉得此时再多的安慰也不会让王志胜好过，而且她也知道王志胜的个性很好强，愿意跟他坦白这件事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她只想静静地陪着他。你知道啦，王志胜转头看向他，他的眼神没有情绪，只是黯淡无光地看着他的侧颜。陈小娟诚实地回应道：“你的事，陆小前几天跟我说了，他有跟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他做的，我也相信事情不是他做的。”提到顾晓的名字，陈小娟感受到王志胜有一丝动静，盖在身上的棉被被收紧了一下，却又松开来，而他的话像是澄清了王志胜心中的怀疑。他听到王志胜发出一声叹息：“你愿意原谅我？”王志胜的话里有着难为情的低落。这段时间，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，婚姻问题本来就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。我其实很希望你回家。陈小娟也侧身看向王志胜，她看见王志胜双眼噙泪地皱起了脸，她主动地抱住了他。王志胜别过头，将手盖住了想哭的双眼。他知道王志胜一定觉得自己很委屈，多年的事业成就毁于一旦，他脆弱地就像一碰即碎的枯叶。这一刻，他们像一对真正的夫妻，彼此慰藉，彼此疼惜。